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万里回家路，文物盼归心。本期王牌，让我们共同探寻流失海外的中华瑰宝，聆听国宝回归的故事。掌声有请王牌家族！欢迎沙溢哥，欢迎杨迪，欢迎糖糖，欢迎桂英红、刘涛，欢迎张小斐和宋小宝。浪很大，来，请来到我们身边。小斐自从那个《你好，李焕英》上映之后，那可是头一回上综艺节目，来吧来吧，哎呦，哇，这个真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另外要跟所有观众朋友们通报一个好消息哈，由小斐和殷红姐主演的电影《拯救嫌疑人》正在热映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就是我们这个电影是一个犯罪悬疑类的戏，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演这样一个类型片。大卖。今天这样子啊，大家人已经聚齐了，然后呢，马上正式进入今天的航海旅程了。哇，出海。哇，全倒了！这是天哪，吓死我了！什么？哎呀，宝贝！哎呦，后面有宝贝，怎么是博物馆呢？哇！各位，很遗憾，你们的航海之旅还没能真正开启。此刻，你们只是置身于一个航海主题的海外博物馆中。其实，你们的真正身份都是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哦天哪！因为近100年来流落海外，你们已经遗失了自己的身份证明。找到回家的路，就能找回自己的名字。所以，为了带你们回家，我们特意派了最近刚从瑞士回到家乡的明代磁州摇酒器沈涛，带领思嘉号船队前来迎接。你们要通过几轮考验，让船得以顺利起航。加油！哇哦，我们是文物，弄了半天我们是个文物。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让文物回家，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把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带回家。我们现在都已经化身为文物，能不能猜猜你们自己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文物？我拿着这个跟我有关系吗？是一个玉器呗之类的。玉器我确实。要不是你是什么壶之类的，壶，咱们不说破都知道。花呢？这不好猜。我感觉，我看这个很像是一个壁画之类的。哇，这么厉害！壁画。它是什么玉？是不是？啊，它就是玉。那你是那老玉，千年老玉，也有小玉。小童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文物？你觉得？我这个，他这个异域风情，西域那边，对，是不是个夜明珠的感觉呢？夜明珠不是，可能是一张囊，第一张囊啊。全世界第一张馕，老馕。现在这馕已经石化了，小宋也有点异域风情，烤包子，不是第一根串儿。看看涛姐涛姐这身你这个造型，我怎么觉得那么眼熟呢？对，我这个是我的一个角色《琅琊榜》中的造型，霓凰郡主的造型，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是一幅古画。
谢谢。那为什么我是一幅画，他就是？这还用说吗？啊，因为他跟我是一个造型。你俩可能是古时候的一对狼牙。狼牙呀，狼牙。那你就是那根棒。我确实，这个棒应该是个形容词。宝哥这身是碳。中国古代的低煤矿。一罐碳。你说这碳哈，有点可能，有可能是墨。墨，哎，你上墨哦，有点像墨，靠点谱。杨迪这身，我这个不看脸啊，不看脸，像个就是动物修，小修。哦，我有点像那些古灵精怪的那种东西，那种茶宠哈，那种对人喝茶的时候，对，上面一往浇，我嘴里塞那个钱币的那张，对，还得变色儿，一浇还得变颜色那种。哎，唐嫣姐一看青花瓷嘛，这是青花瓷是，对，你是青花瓷。殷红姐猜一下自己是什么文物？你看我走起来多飘，会不会丝绸那种？有可能，有可能吧。我这个看颜色的话，应该是景泰蓝，有没有可能？然后这上面还有鹤，所以我在想，我可能也是宫廷出来的。瓷器。好了，今天各位的任务就是要通过3轮的考验，找到自己的文物身份证明。这份证明呢，就是你们今天回家的船票了。说到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啊，离不开海内外友人的协助，所以今天第1关考验就是要考验各位和海外友人沟通的能力。马上进入第1关，国宝传声筒。哇哦！接下来呢，开始本轮游戏。首先有请2位助阵嘉宾上场，掌声欢迎他们！哇！哎呦，跟大家讲啊，这2位啊，现在也是谜。他们会在互动的环节当中加入到你们当中来。一个是一个浮尘，这应该是个陶罐，2队各选一个吧。我们选浮尘。浮尘，好。轻的被他们选走了。一会儿我们会揭秘啊，这2件文物分别代表谁。接下来呢，我们正式开始游戏，国宝传声筒。欢迎来到传声筒。传声筒的第1题呢很经典，英文题。妈呀！第1个嘉宾拿到的这台词是英文版，然后往后传递，最后那个要说出这是哪部作品或者角色。哇，这也太难了吧！来，第1组，2号位和4号位，我们请上2位外国友人，欢迎他们。大家好，我叫小玉，我是刚果人。我叫是哭，我来自土库曼斯坦。哦，欢迎你哈。那个2个外国友人都是精通英语吧？下一个再精通英语，经过你也没关系了。精不精通英语？你看看第1棒。我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赌注压在第1棒，我准备从第2棒开始。第1棒，棒。来，我们把第1轮的台词拿上来。哎呦！来播放片段。哦，他可以前面可以看。对。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我想喝什么咖啡？来传递，开始。Hi. Hi.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啊？I'm fine. Thank you. 还打招呼。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I don't eat. Okay. I don't eat. Okay. I don't eat. I just want money.
好了好了 I want to 这个 OK 对，不是没完事儿呢，哦，没 no OK 懂了 no OK 懂了 I want to 懂了，快说，什么hand coffee 手模不会说。hand coffee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 want to eat Eat I want to drink I don't drink Again I don't eat I don't eat 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Sleep 一起做啊，你 sleep Sleep 对啊对呀 I don't 什么 Go Eat Go I don't eat You don't eat? You don't eat I don't eat I don't I don't drink water I don't water You don't eat, you don't watch. Yes I don't 你 sleep sleep OK okay, no problem. All right. No， 没问题，人家说。I don't water Hello. Hi， I don't eat, 啊哈， and I don't sleep, and I don't water and I don't drink. 我不吃，我不喝， And I don't sleep. 我不睡 Yes. ，finish，没了。没了 I don't eat. I know. Hungry. I'm hungry too. 好了，小童，你要说出的是这是哪部作品里哪个角色？我不吃，我不喝，啊？我不睡。这个情绪是对，谁什么角色？这个光说是肯定是不行的，基本是不可能，这怎么可能猜得到角色？啊，我不吃，我不喝，我不睡，我不睡，不应该还有一句是不是？我不吃，我不睡，我就想要钱。我就想要钱。苏大强，苏大强是吗？你怎么可能猜到啊？这个很经典，我不吃，我不睡。你就说这中间这英文怎么样吧？中间这几个人的英文，就是完全把精髓讲出来了。Water， 再加上我们细致入微的表演。I don't sleep。OK， 看到实力了，到你们了。来，请上这一轮的2位外国友人。Hello， 哇！来为杨迪播放视频片段。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牛夫人 ，Manda， 嘣，差不多，可以啊。来，传递开始。Hello，I'm lady. I'm a lady. You lady? Yes, I'm lady. Lady? Yes. When we watched the movie in the past, you called me sweetie. Sweetie. Yes. Now you get a new never. Never. You called me Madam Bong. Madam Bong? Yes. Yesterday you called me sweetie. Now you called me Madam Bong. Yesterday, sweetie. Now, Madam Bong. Yes. Okay, you know? Okay. 绝对 OK。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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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Sweetie. Yesterday, my name is Sweetie. Okay, my name is Sweetie. And today, my name is... Today, my name is... M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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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Sweeti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你可以回国了，谢谢。Yesterday, my name is Sweetie. Yesterday, my name is Sweetie. Yeah, Sweetie. Okay. And today, they call me Molly. Molly. OK， 好了，这还挺自信的。 Hi, my name is Sweetie. Sweetie. 为什么有 my name is? Today they call me Molly. Molly, M-O-L-L-Y. 好了 OK。琴日就叫你甜心，今日就叫你 Molly。英红姐，这个我觉得猜出来的概率几乎为0。来，您试试。昨天呢就叫我甜心，今天就叫我 Molly。昨天叫甜心，今天管我叫毛驴。别在那乱翻译，你这还是音译。给我一个名。进入角色，你昨天叫我小甜甜，今天叫我小毛驴。没有这个。你昨天叫我小甜甜。哦，《大话西游》。对，就那段。对。天上公主那个，哎呦喂！来换一下。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轮的主题传声筒啊，规则发生变化了，要根据题板给出的内容做出符合题目的动作，然后第2位开始，你要加动作，然后向后传递，最后一位要根据前面看到的所有动作来推测出题目是什么。妈呀，好难！啊，首先就是我们的家族队了。这轮呢，家族队可以召唤你们的助阵嘉宾，也就是浮尘。我们来看看浮尘到底是谁。公孙丽蓉，谢谢大家。我是本山传媒演员张小英，雀刀门传奇公孙丽蓉的扮演者。常还在吗？这轮你要帮助我们的家族队来完成挑战。好的。来，请狒狒出题。不好演。来，挑战开始。俩字儿。敲门。嗨，你好。这看不见呢。哦，是哦。进来以后是什么样？走吧。应聘。哎，差不多。考试。表演。有一点像哦。马上答案就出来了。出来了。大概，你得加自己的，你加了吗？你就照搬了小童的。大概啊。俩字。两个什么字？两个什么字？
我直接给你看呗。这是一个人、两个人、两个人。嗯，还要加东西，唐嫣姐。我加了。你加的啥比我还少的？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你好一个偷工减料，他加的是内心的潜台词。你这个呢？这个扇巴掌呢？对呀。就是我觉得不可以正能量一点嘛。我们以赢为准的。2个字。敲门。不提醒老师把耳机先摘下来吗？哦，老师耳机。英姐还带着听歌呢，听进去了。缓过来点了吗？缓过来点了。啊，猜一下它这是什么？2个字。2个字。拖鞋。进别人家了的感觉是。怎么才回来？哎呀，我喝多了，不小心回来晚了。哎呀，别气了。哭了。呀！哎呀，这是喝美了。人工呼吸。这是2个字吗？2个字，演了一出90分钟的大戏，演太满了，你们。尽力了。探亲，一点都不沾边是吗？他加的有点太多了。太难了，对于你们现在理解太难了。小偷忘那个猫眼儿，这能想到是小偷，而且他是这样进去的，是这样进去的，不是偷东西，是一种礼貌。哎，对，就是有点小心翼翼的。你可能没有这个经历。哎，对，哎，如果这么说啊，你们前面4棒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花花可能还真没有，但小英姐应该有。啊？哎，花花从来没经历过吗？有可能。师哥，你演一遍。这啥？卖弄。你这是结合着看呐，不能光看我一个人在这卖弄，你得看着我俩呀，你得结合呀。哎呀，不是，你看我的手在干啥呀？摄影。对呀，那他在干嘛呢？表演。老师、学生。接近了。教学。我们回去了，我们放弃了，我们放弃了，我们输了。我跟花花和小英姐公布答案，包括腾哥，2字儿，试镜。试镜。哦。腾哥，试镜怎么演？你演一个。你演一个，我看。试镜啊，他咋这么的？啊，你又是谐音梗，打我一顿，失敬。你还让不让人演？我觉得其实应该演导演，演一个特别概念化的一个摆谱的喝茶的那种导演，我觉得可能就好演了。来一个，哥来一个。不，我思路是这思路啊，这是导演思路，只想不演，只想不演。好，接下来请嘉宾队。嘉宾队有一位这个助阵的嘉宾，就是那个彩陶罐。看一下是谁。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香港演员洪俊佳。这一次也是跟殷红姐还有小飞师姐一起参演我们的犯罪悬疑题材电影《拯救嫌疑人》。啊，欢迎！接下来那道题
就考验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了。你要加入我们的嘉宾队当中。好。来，请狒狒拿上本轮题目。也不好演，因为是一个人。来，传递开始。这么快？啊哈，2个字，兴高采烈来，然后不见了。分手。你要加动作啊，大姐啊。 2个字，2个字。不是，是看到我恶心吗？这是。是恶心吗？不是，是一看到我就然后就望向远方。哦，嗯，就宁可不看，我也看向远方。这个还有个这个，啪，掰碎了是吗？几个字儿？2字，2字啊！要加动作啊，加上自己的理解之后的动作啊。理解，好好。哇，好活泼！几个字啊？开始了！妈呀！妈呀，啥玩意儿？这家伙还挺有舞台感，你给谁看的呀？我他往前演。这是我的动作啊，这是我加的动作啊，你加的动作就是，这前面这一出是啥呀？损色。这啥？心碎了吗？这宝哥加的动作。我觉得所有动作都他自己加的。从开始跳就像他自个儿加的。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啊！你们俩猜一下2个字嘛？2个字儿，心碎了嘛，对吧？心碎了，哭了，跑出去了。本来2个人挺好的，你觉得呢？也不失恋。见过这样的？不是，刚才你们说什么？失恋，有点像失恋。回答正确。哇，厉害！哇塞，厉害，可以。挑战成功了，特别累。 给自己准备了一个法宝，补充一下体力。好，接下来最后一题，混合抢答。来，狒狒，请出题。哈哈，是你的梦想，是我的梦想。来，传递开始。 3个字，啥玩意儿啊？这是螃蟹啊！哇！哦，彩票，买彩票！给我们留点空间行吗？3个字。 3个字啊，我只能演前面了。电视看电视。啥呀？什么？啊，我知道了，猜出来了，我猜出来了。来吧，3个字啊，3个字。哎，重点看我的反应啊。
快，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快，要快，要快！啊，看着了，看着了。好，重要看我的反应啊！啊！几个字啊？三个字啊！中彩票，中！我刚想说中奖。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跟你说，我这一棒很关键，知道吗？宝哥，友情提示一下，通过你精湛的演技，对面拿1分。Why？ 啊，对呀，啊，可不。我想到了，我嘴慢。对呀，我现在等于是帮他们呢嘛。可不嘛。哎呀，这轮糖糖拿了1分，最终的结果是打平。其实说到文物，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啊，每次进到博物馆呢，可能都会产生一种幻想，就是幻想着如果这些文物活过来会怎样。那今天有2位就要帮我们来实现这个幻想了，有请王牌家族的小童和小宋为我们合作带来一个创意秀神奇。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中间有个红点，走插着初恋。时间在倒回，我们俩转着不下，听着翻阅，还想这是幻觉。奇怪的语言，这首歌快快95岁岁年那年。时光缓缓缓，分割的画面，轮回转转转，有一样的信念。我的爱从不带和你回来。时光缓缓缓，你回到过去，轮回转转转，我经历了悲喜，好神奇。时光缓缓缓，分割的画面，轮回转转转，有一样的信念。我的爱从不带和你回来。时光缓缓缓，你回到过去，轮回转转转，我经历了悲喜，好神奇。时光缓缓缓，轮回转转转。时光缓缓缓，你回到过去，轮回转转转，又回到了这里，好神奇。谢谢小童和小宋的精彩演绎。刚刚我们跟博物馆里的外国友人啊进行了很好的交流。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南派文物修复师、全国产业导师资源库技能大师、民族技艺行执委、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专家刘宙老师，欢迎。这么年轻有为啊！刘宙老师他们的团队20年修复了近5000件文物。哇！修完之后，据说得用 X 光才能照出来它是修过的状态。对。哦，我们之前修过一幅古画。画。对。哦，这是一幅画呀。对。哦，它很碎，大概碎片有个1000多片的碎片。哎呦，非常的糟朽了。那像这个古画该怎么修复呢？
我们会用烧开的热水去清洗这个古画。哦，开水洗画，对，那不越洗越烂吗？不会，我们其实是要求热水烧开之后凉一下，然后把整个画泡在水里面，用水去稀释这个酸碱度。那颜色不会跑掉吗？不会，前期会有一些处理，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骨胶一些胶质先给颜料加固，然后再用开水来洗，防水啊。这是还是在修复过程中，对吧？对，这是第2个步骤了，就是我们把这张老画背后的这个纸张揭掉之后，然后在含水的情况下面，用毛笔一点点的把碎片推到它对应的位置。我们也听说刘老师曾经助力过一件文物回国，是一件什么样的文物？我们当年复制过一个青铜器的一部分，一个盖子。这是一件青铜雷。哦，我知道，对，就这个。这个因为它的盖儿和它的这个铜针是分离的，盖子一直在咱们国内是吧？它身体在100多年前就流失海外了。然后我们需要把器身和器首合二为一，来证明这个东西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但是文物本身就我们国内留的这个盖子是不太方便出国的，而且手续非常麻烦，时间很紧，所以当时就我们拿到了原物的盖子，然后做了一件复制品，拿了复制品去了国外的现场，确认了这件文物的真实身份，然后同时达成了后面的这个谈判，最后这个国宝顺利的回国了。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向每一位帮助国宝回国的人致敬啊！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了。刚刚刘老师也说了，文物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儿，需要团队之间默契合作才可以完成。所以这一轮刘老师给大家的考验就和团队默契有关。让我们前往博物馆的中秋展区，进入下一环节，不约而同。两队呢轮流派一位主答题嘉宾坐在舞台的中央，根据我给出的问题写下自己的答案，剩下的人呢就判断他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如果说是一致的或者大体相同的就能拿分，如果不一样就接受惩罚。第一个上来答题的是涛姐，来，仰着你了啊，你就写。所有人听题啊，问题是涛姐如果不做演员，她内心会特别想从事的3种职业。3种职业，哇，这有点难。来吧，讨论一下。哎，我真觉得他是教师。我们可不可以写成教别人？涵盖多一点，这样比较好，包得多，快慢一点，对。写书，作家呀，作家行，或者一个内容创作者怎么样？怎么样？写内容创作者比较好，因为这个大一点。哎，写个设计师，哪怕他是说开密室，也能说设计密室的。好，涵盖性快慢一点，对。他喝酒吗？喝，那就品酒师。倒没你那么能爱喝。舞蹈吧，他应该以前学过舞蹈。但他会不会就不写与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的？哦，那也有可能，都可能跟这个职业没关系。对，宇航员，八成要上月球的，你知道吧？饲养员，饲养谁？那不就是厨师吗？老师。老师行。慈善家，医生。干嘛不行吗？靠谱。好，请入座。提示一下得分应该怎么来分配，因为涛姐是嘉宾队的，如果嘉宾队给出的答案正确或者大体接近，每个选项得1分。如果是对方更接近，他可以拿2分啊。所以答对对方的更赚。哇塞！来，请王牌队亮出答案。厨师、老师、医生，底下那什么呢？慈善家。只能留3个。慈善家跟那个老师是一起的。
有点牵强吧？边做十三家边当老师。对对对，我们这个是乡村教师，是支教的。对啊，医生也是支教的医生，支教的医生，厨师也是支教的厨师。我感觉王牌家族比以前嘴更硬了。对呀，铜墙铁壁。问一下，为什么是厨师？觉得他热爱生活嘛。一般热爱生活的人都喜欢烹饪嘛。啊，那老师是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胡说。而且有爱心，有耐心，有耐心，有爱心，有耐心，喜欢跟别人说教。咱聊不对呀，不对，这有点下绊了。他喜欢教育别人。最后一个是医生，那个是来不及了，想别的了。不是，还是因为善心、爱心。总之是个大慈善家。对，反正就是一通夸，给他架那儿了。来，接下来看一下嘉宾队给出的3个答案。免费老师，免费老师，免费。红姐，那免费好像刚加的吧？好，内容创作者是内容创作者，我知道他爱写东西。作家呗，作家。哎，不是，你错了。所有的内容创作者，所有内容都算。对。那你连配菜切墩儿的也算内容创作者。啊，对，也是。对。哇，他这个好宽泛呐，太宽泛了。提炼一下，一会儿提炼，一会儿根据。第3个设计师。那我们就请涛姐按照你内心真正期待自己可以去做的1、2、3的排名，最想做的职业是？月嫂。天哪，没想到，专门给别人伺候孩子，不是，就为这事儿，我马上让我自己生一个。真的，上哪去找这么好的月嫂？因为我一看见别人家孩子就喜欢抱。哎呦，我们内容创作者啊，月嫂。内容创作者是父母，是孩子的父母，那叫内容创作者。你这个创作和设计都不对了。我们那稍微靠点谱吧。厨师差远了。往哪儿靠啊？厨师往哪儿靠？我们3和1加起来是不是月嫂？什么？又是孩子的厨师，又是孩子的老师，又是孩子的医生。不是，你们这里啊，缺少一个词儿。小宝，别说了，你回月球吧，这里太危险了。哎，实话说，你最后的解释我是接受的。你看，那得1分。涛姐，我们是。不是，但是我接受你的逻辑，但其实不成立啊。因为你不是我的队友。这样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等于你们只给了1个答案。那不。第2个选择，剩下还有2次机会，你们用哪个？用2次机会。这账算得明白的。不行，我腰疼。那你还当月嫂呢？你是需要个月嫂。我去你们家当不了，我笑死了。你要不你都需要个月嫂的。你们家我也当不了，我笑都不行。那这个就是都没拿分啊。涛姐，第2想做的职业是老师。很简单嘛，你们对我一点都不了解嘛。健身教练呀，我天天都健身啊，撸铁啊。老师啊，这是老师啊。对。健身老师啊，这就是健身老师。等会儿啊，如果按照逻辑，健身教练是不是还要负责运动员的饮食？没错，还要负责他的一些伤病。对呀。又中了，健身老师啊，这是。这得给了。
我们就是嘴没他们硬，要不然我们也可以扯上。不是，我们这个也合乎逻辑。你看，设计师是健身动作设计师，健身动作设计师，对不对？好，这道题也算你们对，不能算，咱们2分。咱们俩啊，算你们对，算你们对，你们也对，我们也对，那咱就都算对了。来，几位，对不对呀？这不是你们内部讨论的一个结果啊！到底2队有没有答对的，就看喷不喷气，请判定。都不拿分，倒是挺凉快。那好，那经过我们这个刚才临时的决定，第一道题还是要第一道题，我们要第一道题。还是把3和1算一个答案。后边的我们不要了，真赖呀！我们要第一道，想多了，来不及了。涛姐，第3项从事的职业是？果蔬种植者。哎呦，不好猜。你全是体力活哈，我们这全给写的是脑力活。对呀。哎，我们都给他写的脑力活，他全是体力活。对，四级啊，你是真待不住。石头他啥时候变成一个体育棒子了？你说？哎呦，不行，我肾都疼了。涛姐这3道答案没有人拿分，厉害。来，涛姐请回座啊。接下来上来答题的小宋来。问题是小宋最喜欢听到别人夸他的3个优点。小宋要戴耳机，你不能听到大家的讨论。夸了什么？他应该是唱歌好听吧？他唱歌是不是唱跳俱佳呀？唱跳俱佳嘛。跳舞好，唱歌好，演戏好。演技好啊。哎，那如果就说专业好呢？是不是全覆盖了？把这都改成专业好，然后再写俩别的。就写个夸外貌吧，反正外貌就头发、脸啊什么都在里面了。对。确定了。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有内涵，有内涵。有内涵。内涵包括有礼貌啊，又有学问啊。内涵创作者怎么样？又来这个创作者。有内涵，孝顺有内涵。他希不希望听一个？哎呦，这孩子真好，写个人品。把这俩一会儿擦了啊，拿那砖不是也不擦干净，不擦干净。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这个，你看2和3写这儿呢，那是备注的啊，对吧？我们这是连笔连多了。这个是画重点，这是画重点。连笔连多了。对，这是重点提示一下。真是，哎，好赖呀！赖出征。作答时间到。好，这一轮从嘉宾队开始亮题板。你觉得小宋最喜欢大家夸他的3个点是什么呢？一个是唱跳演俱佳，就唱又唱得好，跳又跳得好，演又演得好。我们就这么夸他。唱跳演俱佳这个事儿啊，太笼统。比谁细致？对比谁精准。主要是他都具备了，知道吧？他写那只是一小部分，我们想夸的那就是一大部分。哎呀，也许还有很多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全在里边了。你再捧下去，你信不信？他一会儿从高处跳下来。然后还有对吧，外貌一切，还有呢就是孝顺有内涵。孝顺和有内涵是。哎，你看你就没被老人夸过，老人夸着哟这孩子孝顺哟还有内涵，那都这样。谁家老人啊？小宋，你的粉丝年龄群体大概是在60几啊？老人居多是吧？老人居多呀。我自己都80了嘛。我来夸，哎呀，你真孝顺有内涵。你做不做得到？我们写的这3条。来看看王牌队的3个。跳舞好，
专业好，专业指的是专业包括了唱跳演，甚至包括了孝顺和内涵。你孝顺的真专业。然后人品好，包括了孝顺有内涵，等等好词儿都在这里面。太宽泛了吧？你们这个更全面呢。那接下来公布一下答案了，你先说一个最爱听到人家夸你顶顶的那个。精神充沛。精神充沛。这应该是专业好。对。就是跳舞那么累，还精神充沛。我赞成家族队的说法。不可能。不需要你赞成。第二个爱听到大家夸你的内容是腿长。什么？腿长。外表，哎，这个叫什么？夸外貌，夸外貌。腿长，跳舞好。跳舞好，就因为腿长，所以跳舞才好。没有，腿长也有走路走不好的，不代表腿长就跳舞好。外貌。姐姐，你听我说，一般夸人家孩子呀，如果这孩子长得好，一般都夸这孩子长得真好，你家孩子。还长得没那么好，白。这已经是第二档了。哎，第二档。如果夸他家孩子腿长，那可就连白都不占了，没啥夸的了，就已经从上面转移到下面了。没错，那我还作为咱老战友，我还必须得夸一下你家孩子。哎呀，师哥呀，你家孩子，哎，腿长。这绝对不是夸外貌。你说这话，我佩服你。没地儿夸。我佩服你。没地儿夸。真的有内涵。有内涵。来，3、2、1，请判定。我们这也不算啊。我们拿分了，我们没被喷。那是没喷你。那是没喷你。你躲过去了。目前还是没人从小宋这儿拿分啊。不可能从我手上拿走一分的。第3个是什么？左耳进右耳出。好。这是孝顺。这是孝顺。这是孝顺。这怎么是孝顺呢？堂哥。这是孝顺的话，也是我们的分啊。没有孝顺，人品好，是人品好。这孩子不记仇。对。左耳进右耳出，这什么人品啊？不记仇啊。胸襟广阔嘛，都是内涵嘛。对，就比如说你妈妈跟你说话，你就知道了，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就很孝顺。那是孝顺，那是滚刀肉。孝顺。咱不能这样啊，得自己往坑里带。左耳进右耳出。就是想要自己的心大一点，刚发生的不开心的事，明天就忘了。哎，第3个喷过了没有？喷了，没喷呢。就像小宋说的，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上拿走1分，包括队友。这轮单独给小宋扣1分啊。下一个来的是小斐，小斐要写下的是他择偶的3大标准。哎呀3大标准，幽默，是不是聊得来？幽默肯定有。对他这种喜欢开玩笑、幽默的人，他一定不能忍受另一半是无聊的。那不一定吗？不是，因为自己很幽默了。应该是能聊得来，走心，灵魂伴侣。对，灵魂伴侣，责任心还孝不顺啊？有孝顺。他可爱玩游戏了。游戏教练。游戏。陪玩。陪玩。哎，陪玩可以，什么都能陪玩。有责任感的陪玩。有责任感的，还必须得赢，不是输不行。然后一定要有学问，有学问。呆子嘛，咱们就写个呆子。呆子也是一种人品好的表现。闷闷的，不怎么说话，因为他画的很密。作答时间到，这个从王牌组开始。有责任感，陪玩，
就是他想玩什么都陪他玩，爱玩游戏，陪伴啊，陪伴。第3个是孝顺的呆子，很孝顺。这个呆子是画引号的，就是一个话不太多、有点沉稳的人，憨憨的，大智若愚，能聆听他说话的那种。对，来看一下队友给的3大标准。灵魂伴侣一定要有那个灵魂的交流的，对。然后呢，必须要有学问，一定要有责任心，还有要孝顺。你看，你们一个还有又暴露了吧？你就让让我吧，行吗？感谢你。梧桐，让嘉宾们赢，让嘉宾们赢。梧桐，别让我失望。来，小斐依次说出最重要的3大标准。幽默的。你看，我要一起。我们刚刚我说第一个说的就是幽默。哎呀，幽默感我们先说的，后来我们也说了。然后他们说，幽默的人不需要另外一个幽默的人了。说幽默是这个一个男人最好的医美嘛？你看看第2条做过医美的。我都挺简单的。第2条干净的。干净，咱们这个，干净不？掰都掰不进来。咱们我看是什么？孝顺的呆子，一片空白，很呆子就是空白。我们这个呆子是干净，为什么？他的心是干净的，他脑袋里面干净，不要拿出来说什么。脑袋太干净了。会干电影的，有学问，有责任心，陪玩，有责任心都可以。这个我不免说一下，看电影玩，在电影院玩，当然有可能够得上。你看，这3个都可以啊，这3个可以陪看拯救嫌疑人，可以。那这个陪玩和爱看电影，因为看电影可能是小斐最爱玩的一件事情，休闲对啊，这就是所以这个王牌队绝对是拿2分。耶！行，我们认了。陪玩可以。下一个来的是花花。花花要回答的问题是，她在午夜失眠的时候会做的3件事。喝酒，听音乐，听歌吧。喝酒听歌，写歌，喝着创作也别是酒。对，喝点创作，能包含好多。喝酒创作，然后呢？玩猫。玩猫吗？玩猫不知道啊。猫都睡了吧？那别，他有猫，但是他玩吗？属羊。属羊。不可能，他哪是属羊的那种啊？刷盘子。不，那你还不如说创作。写歌、听歌、唱歌，咱们一举拿下。最初就这3样了，对，不写那么多了，好了。要不要加一个孝顺？睡不着起来孝顺一下，有内涵。唱歌有点扰民了，我们赶紧吃东西。对，吃喝6，不用喝了，5，怎么没有喝？喝酒啊，酒1，好。从嘉宾队先亮答案。花花半夜失眠的话，他会做哪3件事呢？写歌、听歌、吃喝。吃喝哦。我们是什么？洗袜子，还有什么？什么？亮出来。你在我们心里边跟嘉宾队也没什么区别。一样啊，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要拿分都能拿，只是分多分少。不，如果是喝酒，我们就占得多，我们就更接近答案，对吧？啊，就干喝。他如果多一个吃宵夜的话，我们就算我们有吃。来，花花半夜失眠最先干的事儿。我第一个是想动画剧本。哎呀，创作。啊，是要创作。我就先不过去了，跑不动了有点。
第二个是那个逗猫。哎呀！听你的好了。我以为小童会写的。就没那么笃定，还是被哥哥们，你看，就他们太有主见了，一点都不听我的建议。好，该到吃喝了吧？哎呦，杨迪既然这么说，第3点是？第3个是打游戏。咱就没有一点音乐上的事儿是吗？这个我要批评一下家族了，就恒哥、小童，你们就没有在半夜里拉到一起玩过？还真。就是没有，他们跟我玩的不是一款，不是一款游戏啊。对。我们早知道直接写个玩儿，把它想得太美好了。花花的3题，王牌队拿1分。啊，厉害！最后一位，殷红姐。我不来了，反正都输了。没事儿，在你这儿我们能赢，好不好？是可以赢的。目前场上比分3比0。我们如果3道都对的话，对，是有机会的。殷红姐要写的答案是，她最想挑战的3种角色类型。喜剧角色呢？我觉得可以写个喜剧，她演过特别多的戏，对呀，各种各样的，但是喜剧应该没写过。喜剧行，先写个喜剧吧。她估计很想演那种很英气的人。冲上云霄，飞行员。哎，我们把那男人演男人不行吧？就像叶童一样啊。男性男性是吗？男性行，可以，我觉得可以来一把。挺酷挺飒的，我觉得没准想反串儿。哦，反串哦，有可能。杀手行，杀手行。酒鬼。写完了吗？好，来，王牌队亮出你们的答案。第一个是啥呀？反串儿。我印象里面，殷红老师都是演的那酷酷的、飒飒的那种。所以他想演男性。对。第二个答案是啥？酒鬼。这个不是待会儿小童要扮演的角色吗？录完节目之后。反串酒鬼，第3个厉害了，觉得殷红姐想演杀手。演多了。我怎么记得好像都是那些什么警察？你别装那么了解我好吗？我跟你不熟你跟我可以不熟，但你不能剥夺我经常了解您的权利。我真的老看。别打开了，真的，他赢了。怎么赢了吗？他赢了。我们这边可是有一个孝顺的人。你肯定想看一下，啥答案？挑战喜剧角色。喜剧角色。然后对，因为好像没有看红姐演过喜剧，演过很多，小时候演的过。然后据我对红姐的了解，在这个现场的时候跟我提过，她很想演一个就是。哎，怎么你们也有个反串啊？怎么不行吗？反串，不是听见我们的？要说听见也是你们听见了涛姐的，谁听见的？我觉得你们俩都听见我心里面说的话。哇，公布一下。啊！简直就是过分！哎，哇！第一个答案，酒鬼，厉害啊！谁猜的呀？小童。哎，你太厉害了哇！因为我可能也想演这个角色吧。我以为会读心术呢，我太厉害了。还有反串男人，你看，你们都跑到我心里面去了，还说我们不了解你呢。了解，你太有内行了。好了，随着殷红姐这3道题的答案给出呢，最终获胜的是王牌队。祝福你们，厉害！输的一队要接受一个微博惩罚，在我国古代画作或者雕塑当中找一件和自己最像的，模仿表情动作拍照，并且呢发微博。恭喜大家完成了第2轮考验。此刻呢，大家身处中秋展区，一定会触景生情，更加思乡。
据说在中国古代啊，游子远行会在家中北堂种植萱草花，因此思亲思乡也成为了萱草花的花语。那接下来呢，有2位也要借萱草花来表达一下对家乡的思念。让我们有请小斐和小宋合作带来《萱草花大风吹》。谢谢2位的精彩合作。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份思乡之情，迎接一位年轻的专家。我们都知道啊，很多文物上都会刻有文字，这个文字会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信息，特别是甲骨文。甲骨文呢是汉字的源头，
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和兽骨，同样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哇，甲骨文！让我们有请出甲骨文文化推广人李佑熙老师，欢迎。哎，哇，好年轻啊！这李老师也太年轻了吧！王牌对王牌的观众们，大家好，各位老师好。哎，这么年轻去研究甲骨文，真的是感兴趣。读了一个冷门专业。对。班上同学有多少个人啊？就我一个啊，都没有班。整个专业你是自己研究吗？因为我是研究生开始学的，那一届跟着我导师学的就我一个。就你一个1对1的教，我天哪！去年我开始在新媒体平台去科普甲骨文，这个字是甲骨文里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字。最近不止一个人问我，侯跟后2个字为什么这么像？为什么血字和器皿的皿字这么像呢？没想到效果还挺好的，大家都会在我的视频下讨论汉字。现在差不多有将近50万人关注我哦。然后导师也会鼓励我做这件事，感觉还是挺有意义的。那给大家准备了几个甲骨文，看看你们这个有没有天赋。那我有。有，真的。猜一下啊。鱼啊？为什么都觉得是鱼啊？因为它长得跟热带鱼一模一样。我提示一下啊，分成2部分看。那边是一个东西，这边是一个东西。月亮。叶啊，也不是啊。这个是咱们五官里的一个东西。眼睛、嘴、眼睛、耳。哦，对，这个是耳。右边这个其实是剪刀，把耳朵剪掉。这个是什么？爪子的爪。对，这是我的手。听，扯，回家。回家。不是耳朵揪耳朵吗？啊，揪耳朵回家啊，明白了啊。曲字，左边是耳，右边是右。哦，曲。取之有道的那个取。对。哦。哇。就其实古代的时候，经常会有狩猎还有战争的活动，捕到猎物或者抓到战俘，就会把他的耳朵割下来表示战功。哦。所以曲字就是这么来的。哦。下一个。三条。这个比较简单，跟我们现在字还有点像呢。就山。品。跟小宝哥关系比较大。黑呀。小吗？小。对。啊，小黑啊。因为用3个小点来表示小的意思。哦。下一个。这个其实像一个妈妈在奶孩子。对，哺育孩子的样子。乳。哎，猜出来了，果然有天赋。我就看到这个字儿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形象。母爱就是这样的，像潺潺的流水般永不停歇。每个妈妈一定要把最好的爱都给孩子。说得对啊，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执着和追求呢，才造就了很多优秀的品牌。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就是其中之一了。对，一罐优萃有机的奶粉的生产要提前3年进行土地净化，从牧草、奶牛到鲜牛乳，一次性的成粉。还特别添加好吸收的小分子蛋白哦，是中国妈妈的王牌之选，信赖之选。好的，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很快大家就要扬帆起航了，而回家的路途也许不是一帆风顺，需要我们同心协力，共担风雨。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完成今天最后一个挑战。同舟共济，王牌对王牌。好的，各位，很快呢，我们就要扬帆起航了。这个环节是传统的弹雨伞同舟共济，还是接歌，明白了哈 ？OK， 稳了，成了，我就放这儿。小英老师将和我们一起参与本轮游戏。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必须要告诉大家，
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锦囊，但是这个锦囊需要通过抢答来获得。获得锦囊的这位可以获得一个特权，叫做只冲奶粉不淋雨。想不想要这个特权？哇，这个好啊！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请听题：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是以下哪一种蛋白配方 ？A. 分子蛋白配方 B. 小分子蛋白配方，请抢答。小分子。请抢答。小分子。沙哥获得答题权。这么快？你的答案是 B. 小分子蛋白配方。哦，厉害！回答正确。哇，真厉害！恭喜沙哥组获得一个特权，只冲奶粉不淋水。来，我们的同舟共济正式开始，准备好了吗？好了，马上你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歌名5个字，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个人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你还不完？那这是很老的一首。哎呀，有些年头，但也不是很老。潇洒走一回，我觉得他都会唱。请听歌。潇洒走一回。你看我厉不厉害？我连这，我可不可怕？潇洒走一回。没到呢。生死白头，既然能看透。红尘呀滚滚，逝去呀青春，聚散终有时。留一份清醒，留一份情。至少梦里有你追随。什么？再唱一遍。什么？至少梦里有你追随。好像错了吧？错了吧？至少错了吧？前面有你追随。不用听他们影响，不用听影响。至少梦与你追随还是有你追随？有你追随还是与你追随？有你追随。来确定一下，错了。确定答案是。至少梦里有你追随。别听他们。我相随。就这样。我还有锦囊呢，快点。肯定不会连。准备响伞，请听歌。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对啦。对了。都淋着，快淋着。啊！哇！这怎么正确？快淋着！下巴！这腿好凉啊！是个漏的啊！为什么你都湿了？这是透的。水挺大的。还好。啊，你都连上了。没事，至少我押题成功。第二首歌你们一定会唱，这首歌叫《第一天》，来吧！第一天，我给你拍。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像深深的肩，我也不会，不行了。咱算了，抢伞吧。第一次能飞起来。请接歌，沙哥。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很好，哎呀，放，后面我会，永远那么灿烂，我会。好厉害呀！小宋，小时候唱过。是灿烂吗？好像不是灿烂吧？不是璀璨。反正不是灿烂，我记得。好像是永远那么绚烂，好像是。别，真是灿烂。灿烂，没事，他想用灿烂就灿烂吧。灿烂，坚信自己。灿烂，我们就要创造一个奇迹。我们今天仨人一直赶着。对。来，请听答案。
一个人有用。一人有用，没打开呀。堂哥，你旁边俩孩子像是从湖里刚捞上来，水灵灵的两个孩子，全是破的这两码。我就是右边屁股有点。没有想到跟我一组能一直往后送我哈。万万没想到，你是滑铁卢几期了？在这儿就很倒霉，不知道咋都不是我的曲库。吴彤最近不跟我沟通曲库呢，咋回事呢？这首肯定拿下，拿下他，不能让你小瞧我。这首歌杨迪很有信心是吧？是吗？什么歌啊？来自一支非常棒的乐队。乐队的，来，李阳乐队的。真的爱你，漂亮。叫我見你望在前路，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他最後一段就讓我說聲真的愛你嘛。我知道。請准我，請准我，樹生。杨迪组、小斐组获得了答题权，抢到了哈，抢到了。小宝哥，替我来吧，我替你来吧。来，就是这个吧。对，就是这个。真的我说声真的爱你。前3个字是什么？就让我说，就让我说声真的爱你。对啊。好，可以啊，可以啊。来，你们就这么唱啊。肯定是就让我。可以啊，可以啊。来，你们就这么唱啊。就是这个吧。可以啊，你们就这么唱啊。让我说声真的爱你。好了，我再补一句，我再补。公布吧，一会儿要不他想起来了，快公布。谁有不同意见？我再补。好，不同意见。我要不同意见。这么多不同意见？不同的，因为他是错的呀。这还不对。不同的是错的。你哪儿来的？一个一个唱，宝哥先来。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好像是他的是。我們那個碟沒買對。請准我，行，有禮貌。好了，杨迪小斐組錯，太高了，很淡定，好閃，好閃，破閃。还行，而且很帅，都在后脖子里。卸妆了，这把弹得2米高。下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歌。哦，红豆。你要是红豆，可就打到我枪。歌名比红豆长很多。匆匆那年，相约1998，还要再长一些。啊，相约公元1998，公元硬加俩字凑长点。相约公元1998。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容易受傷的女人》。哎呀，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受傷的女人。粵語啊！天哪，還是粵語版。那不拍了，咱把命运交给别人吧。可以。涛姐是知道答案是吗？就是不要等這一刻，請熱吻。对，我們對了。是吧？對，我們對了。唱的啥呀？剛才。涛姐，这个普通話是什麼？就是不要等這一刻，請熱吻。不要。此刻請熱吻，在一刻請不要，不要等這一刻，不要等這熱吻。哎，還真的都會了呢。行不行啊？快了，別努力了，妹妹。這一生，好，情意真。哇，好。聽一下，正確答案是。明白我繼續情願熱戀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不要等這一刻，請熱吻。對了，嚇死我了！
给点伞吧，哥哥们有。哎呀，看看腾哥淡定的样子。哇，腾哥，好大个啊！我真的没有被淋到啊！你们那两个是胡萝卜，嗯，给我一个，好了。下把绝对拿下。下把吧，下把绝对拿下。下一首歌依然来自王菲，红豆，可以，红豆可以。匆匆那年，匆匆那年可以，这个可以，快。好难啊，这首歌。就像那年匆促刻下你又不会啊？那样美丽的谣言。词儿。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腾哥，腾哥，请接歌。这连电了，这个。这是为什么呀？我想吓唬一下，我拍到这儿它亮了。哦，那接吧，接吧。我们要互相亏欠，是吗？我们要互相亏欠，这个词儿。前一句是啥句？不知道啊。那这词儿也不顺呢，他凭啥呀？这什么情感呢？两个人之间，我们要互相亏欠。就是虐恋。虐恋。好像是。确定了吗？不是，看确不确定？不，就说确不确定？不确定。跟哥说实话，不确定吗？对。不确定，修这个，我们这连电了。我们刚才拍这块儿，它亮。我们刚才没有拍。我手还不能放桌子上休息一下了。快点的，你旁边俩娃儿现在该浇水了。那这样，这题如果答对了，我给你算2分。我们要互相，我们要是吧？好，我们要互相亏欠。那就我们要互相亏欠，是不是正确答案呢？请听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回答正确。这怎么蹦得那么高啊？我都已经出来了，他还在这儿呢。最后一首了，必须拿下。你这话从刚才就开始说了。我们现在已经吃掉2个水果了。公布一下目前场上的成绩：1号、2号车2分，3号车答对1回，答对1回，4号车目前成绩还是0哈。但我们吃得很饱呀，好舒服。接下来最后一首歌，仅限1号车、2号车拿来决本个游戏的第1名。3号车、4号车呢，可以猜一下谁会赢。如果你们猜的队伍是正确的，就可以免于惩罚。我们还猜这个呀？啊，我们不猜，我们不猜，我们那可不爱猜了。我们爱看，他们谁赢都跟我们没关系。不用猜，谁输了都跟着去，是吧？我们太可怜了，都不玩了还太可怜了。我还不如选腾哥赢呢。行，我们给我争口气，哥啊！行。你选腾哥，我们选沙一哥，那就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辛晓琪，歌名叫《辛晓琪》，亲爱的小啊，多么痛的领悟，领悟，我们俩痛的领悟，你就是我的全部。会吗？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多么痛的领悟，你是我的全部。因为无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2号车。2号车，别再为爱受2号车，别再为爱受苦。
你这唱完，我以为曾毅和辛晓琪合作了呢。漂亮。别再为爱受苦，别再为爱受苦。最后这句就是说唱，是吗？别再为爱受苦。就是一首改，就是每个歌手有自己的对歌的理解。我是一个 rapper， 我就是一个风格。别再为爱受苦，回答正确。漂亮，耶，押对了，再见吧。完了，杨迪啊，准备出发，快点吧。我使用锦囊。快点给我！哇，正好掉我手里！哇，再见吧，押对了！快！来，好伞！哎呀，他们好伞呐！他弹2米高，掉我手上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俩抓伞抓的都很好。咱俩抓伞一举来，真是完美，乐观，最乐观的组。这把伞是王牌部落特制的伞。王牌欢乐部落。王牌部落呢，已经在我们的 Z 世界隆重的上线了，所以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 Z 世界，去王牌部落好好的逛一逛、玩一玩，有机会获得这把 Z 世界王牌部落的定制雨伞。快去下载 Z 世界吧！挺好看的。好了，恭喜最终获胜的是2号车。哇！梧桐挺讲究的啊。怕侵权，我们都放着自己照片啊。因为刚刚沙哥在游戏当中使用了只冲奶粉不淋雨的特权，那最后呢，沙哥为大家冲一杯奶粉。好，这我熟练。这款优萃有机奶粉呢，可是有机里的高端奶粉啊。对，优萃有机奶粉保留了生牛乳天然的风味与丰富的营养价值，而且还添加了小分子蛋白和双重益生菌，呵护宝宝娇嫩的肠胃，是更好吸收的有机奶粉。是的。每一个宝宝呢，都是妈妈眼中的小国宝。我们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妥妥的中国妈妈王牌之选。好。我宣布3轮考验下来，最终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恭喜你们率先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明，这也是你们回家的船票。那么失败的队伍呢，也不需要气馁，因为接下来我要请上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他会为你们送上回家的船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纪录片《盛世修典》总导演王伟平老师。国宝纪录片《盛世修典》荣获了广电总局2022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欢迎王老师啊！您来到了我们的王牌对王牌，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纪录片《盛世修典》？它是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把我们流失在海外的一些绘画系的国宝啊，带回来的？《盛世修典》这个片名呢，其实是一个展览的名字，讲的是我们浙江大学有一个叫做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么一个团队，花了整整17年的时间，收集了海内外260多家文博机构的12000多幅国宝级绘画，用高清的数码相机或者是底片把它古画拍摄下来，然后用非常现代化的高科技的手段把它印刷出来，集结成册。我们现在从先秦汉唐一直到清朝，跨越了1500多年的历史。这个书堆起来有4层楼这么高。那想问问王老师，在你做这个数字化绘剧的过程当中啊，难度最大的是哪幅画？有一幅画叫做《女史箴图》，这幅画呢可能会比较有代表性。那么原作已经遗失了，现在在大英博物馆的是唐摹本。我们当时从2006年的时候就跟大英博物馆来谈判，要这幅画的数字化回归。那么到了2009年的时候，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大英博物馆给我们提供了数据文件，但是非常遗憾，就是当时拍摄的时候，可能对于它的细节啊等等啊，就拍摄的不是特别清晰。这样的话呢，就为我们大戏的后期工作就增加了难度了。
所以我们就是拿到了这个画以后，就后期的修复花了很长时间。然后18年的时候，就是在先秦汉唐卷里面已经出版了《女史箴图》的主体部分。出版完了以后，又发现，就是这幅画的卷尾周一桂的那个石竹图啊，没有被收录。就原作是12幅画，因为外国人也不懂中国的卷轴画，然后就把它分开装裱了，分成了9段。那么为了使这幅画能够就是首尾相连，我们就是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来进行周一桂的这幅清代绘画的收录，所以这幅画首尾相连是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一幅画的回归就要花10年的时间，那这12000多幅作品得花多少的功夫？了不起，了不起！感谢王老师，谢谢，好，感谢。这是全世界人的财富。对我们创作者来说，最鼓舞人心的就是说，我去看画展，我没看明白，看不懂，但是看了纪录片之后再去看画展就明白了，因为我们纪录片就是把这个绘画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的命运的变迁交织在一起了。我们国家羸弱的时候，这些画流出去了，然后现在国家强盛了，用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今天我们的主题不就是国宝回归吗？那么我们的愿景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国宝绘画真的是能够实体回归，在中国大团圆。盛世修典，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 Z 世界啊，更近距离的去感受国宝的魅力。再次感谢王老师的到来，谢谢。面前的宝箱里面装着大家回家的传票，同时呢，也是各位的身份的证明，上面记录着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来历和当年真实的用途。所以我相信拿到了身份证明之后，你们会更加想念家的感觉。回家的路虽然遥远，但是家一直在等着你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向所有人宣读一下。我以冰铁锻造而成，锋利异常，历代帝王都对我爱不释手。我更是代表了中国铸剑技术的最高水平，堪称古代剑中第一把。战乱中，我被掠夺走，虽然剑身在海外，但剑魂仍在祖国。我的名字是大明永乐剑。我诞生于金末元初，周身的金色纹饰精美华贵，中心玉雕栩栩如生。那些把我掳走的人，以为我是刻着鹅和猎鹰的牌匾，其实我是闺中女子，用作梳妆的金嵌玉手持镜。我流着泪，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度。家人们，快接我回去吧。我是明代宣德皇帝的酷爱之物，千百工匠日夜不停才制作成型。我在清末不知所终，直到20世纪中叶才和唯一的兄弟重现人间。只是我在英国，他在瑞士。如今白首相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我是明宣德景泰蓝龙纹大盖冠。我的表面刻有4条龙，它们在莲花与牡丹之间穿行嬉戏，栩栩如生。正因如此，我被古代帝王所珍爱，是祥瑞的象征。那些粗暴的人为了抢走我，残忍将我切割成20段。离家100年，乡愁令我魂牵梦萦，但我相信归家一定有期。我不叫20块龙纹砖，我的名字是明代龙纹琉璃。我和姐姐出生于元朝至正年间的景德镇，因为我们的存在最早证实了元青花的存在，所以也被誉为元青花祖屏。民国年间，我俩被辗转倒卖，流落他乡，可我心中始终流淌着中国的血液。我不叫大维德花瓶，我的名字叫至正型元青花云龙纹大瓶。
一位工艺精湛的铸剑大师，耗费10数年才锻造出我。我象征着皇权，被历朝历代的君王所珍藏。2000年历经风雨，剑身依旧不腐，因为我的肉体浸润着中国工匠的智慧与匠心。千年时光未曾伤我分毫，他日归家也必将势不可挡。我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完整的汉代雷巨剑。我顶着蘑菇头，被带到距离故乡1万多公里的异国，在那里，他们叫我聘，是别针，是钉子的意思。我身上针质雕刻的纹样，在那里的人认为是卷须的猫，却他们不知道我的花样在商周就已经出现了。我叫吃龙纹，我好想回家，只因为我要回家，我的家人才知道我真正的名字叫白玉雕吃龙纹簪。我原是乾隆皇宫御用珍品，精美绝伦，尽显宫廷奢华，而今却离家已有100年。这些年，我常常做同一个梦，梦里脚下的仙鹤真的可以飞翔，它们载上我，一起回到故土。夜色难免黑凉，但我相信前行必有曙光。我的名字是清代三鹤族朝官儿掐丝珐琅驯鹿。我身上的金银纹饰高贵华丽，精美至极，使用的错金银工艺更是我国独有，而我本身更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孤品。我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错金银通一壶。我出生于新石器时代，虽然我现在流落海外，但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风风光光、堂堂正正的回家。我是玉面神任相。我和我的兄弟们，原是圆明园的同治水利报时钟。正午时分，我们12个会同时喷水，以水报时，闻名世界。100多年了，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儿。我家乡的7个兄弟一直在等我回家。我是至今下落不明的5尊兽首，我们的全名是圆明园12生肖兽首铜像。现在依然有非常多的珍贵的文物流落在海外，这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在国外我们可能只是一个编号，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堂堂正正的属于自己的美轮美奂的名字。各位，我们的航程也要开启了，登船吧！回家！起航啊！恭喜各位国宝踏上了回家的路。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海外珍贵文物通过各种渠道回到了国内，有来自其他国家主动的归还，有来自华人华侨的努力以及捐献，当然也有现在很多国内的专业人士通过数字的方式将他们请回了国内。回家的路或许很漫长，还需要等待，但我知道，
那永远是我内心家的方向。我们等着国宝回来。今天曹保平导演要公布新电影《打出愤怒的牌》男主演的人选。刚刚得到的消息，曹导的这部悬疑电影的剧本失窃了。什么？啥？谁偷的？起身往这个方向走，是去拿拿箱子。一定是你们2个人其中一个。忘了啊。老了。谁？那就带着你的冰冷去找你的师哥吧。去，不去。这太精彩了。接下来1v1的较量，每一位观众，你们支持的队伍胜利与否，关系到你们能不能继续留在录制现场。选黄渤。高低过来一个好不好？腾哥，无情的嗑瓜子机器。哇，好快！加油！加油！